俄军的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开始进入下半场，颇受外界关注的巷战阶段已经开始。此外，还有俄空天军下场加入战斗，一起来看看具体情况如何。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根据俄罗斯媒体战地记者佩戈夫近日的报道，在东乌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尔诺瓦卡市区内，东乌地方武装的特种部队正在和乌克兰纳粹分子进行激烈巷战。由于纳粹分子禁止让平民百姓自行撤离，在乌尔诺瓦卡地区的不少百姓还滞留在此，让东乌部队和俄军部队的进攻行动非常棘手。乌尔诺瓦卡是马里乌波尔到顿涅茨克一线上的铁路枢纽，高速公路 H20 和 T0512 都穿过此地，是东乌地区俄军的重点的军事目标之一。因此，从一开始，俄军和东乌地方武装就对该城市进行了包围，并且围困住了乌军第53机械化旅。在随后的几天内，将53机械化旅的成员大部歼灭和俘虏，该旅旅长也被俄军直接击毙。按照乌媒的说法，乌尔诺瓦卡这座城市几乎被炮击完全摧毁，其余居民正躲在地下室。虽然53机械化旅被俄军基本上全歼，但是该部纳粹分子组成的艾达尔营残部已经和乌军54机械化旅在市内的街道上布置了新防线，阻止东乌地方军队的继续猛攻。在一些街道上还有乌军的坦克装甲车辆，以民房作为掩护。对此，东乌和俄军调集了 DNR 特种部队斯巴达营、100摩步旅、第3步兵旅和海军特种营的庞大作战力量，专门予以反制。同时，俄罗斯空天军也将出动武装直升机配合俄军和 DNR， 对于乌尔诺瓦卡地区的乌军和纳粹分子进行空中打击。在优势兵力的加持下，俄军和东乌武装对乌军进行了逐街逐屋式的清剿。但是纳粹分子和乌军依托建筑和残骸，步步抵抗俄军和 DNR。 根据乌方的说法，昨天纳粹分子甚至击毙了 DNR 斯巴达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弗拉基米尔·佐加上校。但是俄塔斯社称，佐加上校是因为帮助乌克兰平民百姓撤离时遭到了纳粹分子的无差别射击，佐加上校被纳粹打成重伤，随后不治身亡。失去了指挥官的斯巴达营显然是被纳粹分子所作所为彻底的激怒了。该部队战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复仇声明，对待纳粹分子将绝不留情。根据战地记者佩戈夫的战场实录，斯巴达营对于在掩体的纳粹分子开始使用 RPG-7 火箭筒进行直瞄射击，同时俄空天军也进行了强力支援，武装直升机携带80毫米火箭弹和机炮，对残存的纳粹分子进行毁灭式打击。经过俄军和纳粹分子激烈巷战，纳粹和乌军正一步步被逐出乌尔诺瓦卡，遭到彻底歼灭。对于这些顽抗到底的纳粹，俄军和 DNR 是再也不愿意劝降了，遇到纳粹分子就是一个不留的赶尽杀绝。经过一系列的疯狂进攻，现在乌军54机械化旅和纳粹残余分子已经被压制在了乌尔诺瓦卡城区的边角地带，被俄军全歼只是时间问题。不过，经过这几天一系列连续的战斗，俄罗斯和盟友部队的实力自开战之初便一直被严重损耗。俄军的部队突进过远，导致一些高强度使用的坦克装甲车辆出现故障或者燃油耗尽的情况，而俄军往往将装备重要的零部件收回后，就将人员带走继续前进，装备则留给后续的支援部队维护回收。不过往往有一些乌军或是地方武装趁机浑水摸鱼，如直接用拖拉机拖走俄军遗弃的坦克，或者是直接损毁俄军装备，这就造成随着俄军不断突进，相应的技术装备就会不断减少，人员经过几天的激战也是非常的疲劳。另一方面，西方正在源源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武器，如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等，使得俄空天军的战机和地面装甲部队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除去敌方的反坦克导弹威胁，这两天已经有不少俄空天军直升机和战斗机被击落了。
甚至有俄空天军苏30 SM 战斗机被乌克兰单兵防空导弹击落的记录。大概率又是西方国家给送来的装备打出的战果。可以预见的是，俄军在未来的几天可能会停下脚步继续休整，补充受损的装备和消耗严重的物资补给。待武器弹药和人员装备皆补充完毕后，便会继续进行下一阶段作战，而且是更加有备而来。到时候乌克兰纳粹将更难以抵挡俄军的复仇。